安心，安心，安心，不走！林少爷，我们在这儿呢。林远，别过来！你快走，别过来！快走，走啊！你别伤害他，任何条件你提。 林少爷，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，看看。你就为了这个？签了。 不能签，林远，不能签！你别过来！少他妈废话，赶紧给我签了！好，我签。哎。 你没事吧？林远，小心！林远，林远，你没事吧？ 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你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会儿就有事儿了。雨果，你知道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吗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没事。太好了，我收工了。接下来。 报仇报怨，随你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雨果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如果当时不是你把我推下去，我会这样。不是这样的，当年导致你出事故的不是因为坠落，是因为阿布错伦。你误食了阿布错伦药物才会这样的。我有鉴定报告可以给你看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雨果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都没有证据，死到临头了，你有证据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对不对？雨果。 你能不能放了他？你放了他，他是无辜的，你赶紧放了他！我求求你！他无辜，我不无辜吗？你知道这些年康复我多么的艰难吗？我想到你这么没皮没脸的活着，我就恨。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。
天然气已经泄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儿。我算是死也得拉上你俩。没事儿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明月已经上钩了，我们半个小时后在那里见面。明月，之前见他来过几次，估计是集团里谁遇上麻烦，找他来解决来了。跟着他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来的及时吗？哎，刚那一下像不像个超级英雄？谢谢你啊，哥。歇会儿，又不是来救你，是只有我能欺负你，别人都不行。那你以后就对你弟弟好一点，不要算计他了。那事儿真是误会我了，我是本来想干点什么来着，谁知道那两个笨蛋连车门都没打开，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怎么换路了？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别急，等着我下回赶着他们。不是你。林总出事那天，我们在停车场的监控里碰巧您的车也在呢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都不知道我车里面有这种东西。林胜，不可能！之前周年庆的那个合作方案透露给顾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咱们林氏里面就有内鬼。还有前段时间挑起牛伟跟顾氏集团的那个风波，也只有内部人员才能够把凌霄计划书泄露给刘总。刚才我签那个协议书里面，虽然隐去了受赠人的姓名，但是有咱爸的公章。公章一直在家里的保险箱里，也就只有林胜可以取出来，也只有他手上能同时拥有合作方案和凌霄计划案。是，他最近是经常和股东还有各大部门经理在一起。这次阿伦拐走了安心，要挟我签股权转让，我想这件事情跟他肯定有关系。安心，哥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醒了。雨果，怎么样？说说吧，同伙是谁？你杀了我啊！雨果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们刚才都被关在里面了，天然气也泄漏了。如果不是林芳来的话，我们都已经死在里面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的。雨果，你说的那个人，名字叫杨红吧？孩子，别怕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亲人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照顾好你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我是在替安心赎罪，她是我的养女，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。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别责怪自己。错的是那个害你的人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所以你早就有所察觉，对吗？
前看我妈的账本，她一直在给一个叫雨果的人稳定的转账，我就有所怀疑了。所以又可以逼凌月签了股权转让书，又可以把你们除了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转让书，转给谁？林胜。我妈已经把星儿跟林胜的婚礼提上日程了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证他们，贸然阻止他们对我们更不利。你们回去，就当我们真死了。我会暗中派人搜集证据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还能争取到点时间。说吧，需要哥帮你什么？安顿雨果，把后续的事情处理一下，务必让假死成真。我想办法。林总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失职，让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你不用自责。如果他们笃定要杀人灭口，置我们于死地，一计不成，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。一会儿你们就先回去吧，配合我们演一出戏。那我要是走了的话，您的安全谁能保证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让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死了。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，给你这小脑瓜来这么一下，没有出现脑震荡和颅内出血就不错了。你们来的时候确定没有被发现吗？我们来的时候呀，又是坐车又是坐船，这么偏僻的地方谁能跟来呀？而且艾丽和武哥已经确认过了，确实没人跟踪。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绑架是杨红跟林胜密谋的。既然他们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假死给他们看。在此期间，我会找人收集杨红跟林胜的犯罪证据，雨果这边的情况也基本上掌握了，所以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是活着的。虽然事情8、9不离十，但是证据还不够，不能这么快下定论。你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我跟安心会在这儿待着，我大哥那边我也交代好了，他会骗过小生，自然的放出我们已经死了的消息。我爸那边就拜托你照顾了。放心吧。我为什么是这样的？你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这样？就是一直都是。真的很难以想象，我能放下妞卫，放下一切，像现在这样做个闲人。所以你就应该好好享受这一天啊！这个叫做险中求胜。你说，林胜真的会相信我们死了吗？他虽然年纪最小，但是他能够隐瞒这么久，说明他的心机和城府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深。林峰的话，他只会信一半，另一半他自己会去核实的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我们安心的日子也没有几天。那至少我们这次不是一个人呀。对啊，我们在一起。你还挺会接话的嘛，嗯？这不是武哥的超市吗？对啊。你不是说你在家里面待着无聊吗？我跟武哥商量好了，给你准备了一个私人的购物时间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选点吃的带回家。走吧。
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冲啊！啊！对，到了，火锅底料。那边呢？你给我看看，啊，就是这个。怎么了？明天就过期了，还有1个小时就到明天了。我们回家的话得半个小时。今晚吃不了火锅了，但我今天就想吃火锅。开动啦！好。不用加那么多，谢谢。没有肉了，我再去拿一点。我来喽！我忘记拿微醺了。哦，我去拿。哇！干杯！干杯！要不吃点水果吧？早有准备。那，我那个资产转移是非法的，我要是冒了风险，让你做了最大的股东，你会不会兑现你的承诺，把承诺的股份划入我的名下？当然愿意。签一份正式的股权转让书。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只要他彻底消失，咱们星儿以前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宝贝，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。你到底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自己好？你瞒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凶手。给一个说明好不好？别走呀！别走！怎么回事？请问陆医生怎么回事？你真的害了人吗？是资产吗？你真的是为了不想毁坏了自己的生的吗？给我闭嘴！录音是伪造的，都是在胡说八道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要撒谎吗？什么情况？他儿死了吗？想必各位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吧？这是我的订婚宴，你这个闲杂人，你最好还是先出去。闲杂人等不敢当，我只是来还各位一个真相，顺便问问各位股东，一个通过卑鄙手段上位的人，能否放心的把集团托付给他？论卑鄙，还是二哥你自己制造的假死更令人瞠目结舌吧。想要杀人灭口的人，杀人？给我安这么大罪名，证据呢？造谣可是需要证据啊。事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想要掩饰作为吗？明月，这份录音我也可以伪造。父亲现在正在危急关头，他老人家最后交代了，希望能够掌控集团股份和实权的人是我。在座的各位都明智得很，也都纷纷明白我父亲的心意，都推举我为集团的负责人。至于你，你有什么？你拿什么跟我扛啊？爸。
这边办啊。爸，你怎么行了？那也不行，我最宠爱的小儿子，马上就要一手遮天，把我大半辈子打下的基业给毁掉了。最宠爱，我看是最瞧不上、最不受器重的那个了。爸，20多年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林月就是在好好经营你的事业，我林胜就只是个会败光你基业的败家子？凭什么他林月这个养子有资格继承你的集团，而我林胜就只能够像阿猫阿狗一样靠你们纯脸活着？住口！你这个逆子！你要是再出言不逊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？好啊，你们谁都可以对我不客气，但是有一点你们要搞清楚，这个集团我持有的股份最多，这个集团就是我的，这一点谁也撼动不了。林胜，你是家里排行最小的一个孩子，所以大家都偏爱你。但是没想到居然把你宠溺成这样，让你是非不分，为了一己之私残害手足。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，孩子？各位，我林天今天郑重地宣布，我把我手上20%的股份无条件地转让给林月。虽然说比不上这个逆子手上30%的股份，但是人心向背不在于股权的多少，而是在于能不能以德服人。我这还有10%，都转给林月，这样林月就有30%了。哥，你疯了！你把股份转给那个养子？林少，他跟你一样，都是我弟弟。回头吧。我告诉你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回头。好，现在我们的股份顶多算是持平。爸，您看您也一大把年纪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不如把公司交给我。你那么利欲熏心，我是不可能把集团交到你的手上的。好，那就让在场所有的股东投票，谁去谁留，4人见分晓。不用。不安心，你一个外人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我有集团的股份，我也算是集团的股东。我手上有林伯父赠予我妈妈的5%的股份，加上我的5%，我们应该比你更有话语权了吧？才区5%，在座所有股东的持股总和，共计20%。更何况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对林氏集团的未来做出了更好的规划。你们不必觉得遗憾，毕竟林氏集团在你们的手上只会继续墨守成规，一步步自取灭亡。交给我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林渊，来扶我起来。休息。各位股东，我林天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。各位都是陪我林天从一无所有开始创业打拼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伙伴们。我林天教子无方，把大家牵扯进这次风波里头。我林天向大家鞠躬致歉了。
今天的林氏集团，绝对不是我林天一个人的，是靠大家共同努力，一砖一瓦共同建立起来的。我相信现场的好多股东们，对林氏集团的热爱，可能会超过我林天本人。所以现在大家也明白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林氏集团最需要的是什么。希望大家能够像往常一样，做出你们最明智的选择，为了大家共同的集团。我林天，谢谢大家。我支持凌月，我也支持凌月。还有我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凌月，我也支持。还有我也是支持凌月，我也支持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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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支持凌月，支持凌月总，支持凌月总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凌月，我也支持凌月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凌月，支持凌月，我也支持凌月，支持凌月，还有我，支持凌月，支持凌月，我也是，支持凌月，支持凌月，我也支持凌月。还有我也支持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就是凌月。真是一出好戏，你早就准备好了对吧？要彻底让我身败名裂才甘心。明月人够狠，我输了。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孩子，回头吧。小盛，对于你们之前做的事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你主动认罪的话，都还来得及。哥，怎么样了？爸的 CT 显示有脑瘤，现在正在给您抢救。脑瘤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，我一直想着亲儿他妈的事儿，我甚至都没发现爸他现在，都怪我。哥，你不用太自责，没有人愿意发生这种事情的。那心儿呢？心儿正在接受警方调查。我妈她一时接受不了这些，现在也住院了。警方说等她状态稳定一点了，会继续调查。医生怎么样？顾先生的手术很成功，不过会后遗症。后遗症？因为这个肿瘤啊，长期压迫着脑神经，顾先生的海马体和皮质质已发生了萎缩。准确的告诉你们，顾先生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。谢谢您，医生。没事。别担心，没事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吗？我都还没有告诉他事情的真相，他的记忆里就要没有我。那我们就好好陪陪他，让他当下的回忆都是美好的。嗯。我，凌月，承诺将房子出租，且只租给顾安心小姐。
永不涨租，永不售卖。如果有违背合约内容，将视为主动放弃房子的所有权，且房屋归安心小姐所有。你这个合约写的也对你太不公平了吧？我是房东，你要给我租金，很平等啊。就像这个欠条，当初我占了你的便宜，现在到你占一把。谢谢你。这里是我们感情的开始，现在是我们感情的延续。我们会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走，回家。等等，我们现在是正式情侣了，要个晚安吻不过分吧？你早点回去睡吧。那我明天来接你，晚安。晚安。等一下。晚安，晚安，大舅子。谁是你大舅子？走了，回家。走了。他抱我。他喜欢你。哥，消消气。喝口微醺。你跟凌月怎么，你这么轻易就答应跟他在一起了？就是有一种感觉，叫做鬼使神差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你是真的爱上他了？哥，我听说了，悠悠跟我说了昨天的事情。他昨天可能是有一点紧张。别用悠悠岔开话题了，你跟凌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看到的这么回事。不是哥，凌月他们一家人都很好，除了他那个哥哥林芳，其他人真的很好。就见了一面，你就知道人家好了。看样子你真的陷得太深了。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他的话，我愿意让你们好好试一试。但是答应我一个条件：如果他欺负你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无论如何，不要让自己受委屈。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你的手链呢？哦，我出门的时候把它放在盒子里了。你还是戴上吧，戴上会安心一点。没关系，现在我已经很少做噩梦了。是吗？戴了这么多年，突然有一天就不需要了。什么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。我准备搬回杨梅胡同了。那房子不是卖了吗？是卖了呀，不过新的这个房主呢，还是打算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。我这不就赶上了，刚好就遇到了。那要是这个新房东像以前那个房东一样，说赶紧走就赶紧走，怎么办？不会的。我跟这个房主签订了一个特别的协议。不会被赶出来的，你放心吧。这才刚搬进来就要走，你就那么喜欢那边？那边确实是没有你家好，也没有你家住的舒服。不过我真的是习惯了，
而且那边有我特别珍贵的回忆。哥，我就搬个家，你不用搞得这么生离死别的吧？你想来看我，你随时都来，我也可以经常过来看你。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不能老住在你家。你可以一直住在我家。好了，什么时候搬，我帮你。您好，我来帮安心小姐搬家。艾丽，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啊。没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林总今天本来打算亲自来的，但突然有个会，所以……不是说好了明天才搬吗？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我看他就是个腹黑男，小心眼。您尽早搬过来，林总这颗悬着的心才能尽早放下来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，路上。不用送了。嗯。今天会议的内容就这些，大家没有什么补充的话就散会吧。啊？怎么了，安心？总监，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，想大家给点意见。没事，那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啊，好，耽误大家几分钟。我想做一个九头鸟坠入人间之后的一个故事。我的灵感来自于中国《山海经》中的九头鸟九凤。因为我认为二次元跟中国神话传统这样结合的一个东西，会引领一个新的流行方向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，这是我新做的一些人物形象，还有一些概念。这种画风好像不太符合咱们公司的受众啊。是这么说啦，但是我觉得安心的这个选题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这种风格的选题受众也太窄了，而且不符合现在青少年的喜欢。你有做过市场调研吗？肯定是没做，这个板块都没有，而且这 PPT 做的也太粗糙了。这个选题啊，咱们公司确实还没尝试过啊，但是我看这个题材还是挺新颖的，也不是不可以做啊。这样，安心，你先更新个实话，看看效果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我想试试看。林，哎呀，我今天要加班，你先回去吧。你怎么又要加班呀？老板给你安排工作了？不是，是安排的工作我还没做完。那你要加班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觉得可能得到凌晨吧。你别等我啊！你在下面等我，我都没心情做工作了。你一个女孩加班到凌晨也太不安全了。没事，我们公司安保挺好的。嗯。哪里好了？我连个保安都没有看到。行了，你就不要啰里吧嗦了，回去吧啊。嗯，那我看着你上去。嘿嘿。拜拜。拜拜。
你怎么还在啊？你不会等了我一晚上吧？怎么会？我哪有那么闲啊？快上车吧。那，把早饭吃了。你吃了吗？哇，多吃点儿。这快点吃，吃完还得上去。还要上班啊？不睡一会儿吗？怎么睡啊？我车上有毯子，你睡一会儿吧。还说没等我，没等我哪来的毯子啊？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我可是最佳男友。我男朋友真可爱。没刷呀？没事，我也没刷。顾安心，你凭什么这么幸福？顾安心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别怂。你们都看了今天早上9宫星城出来的数据了吧？看了，没想到安心这么厉害，才刚出道10几话就冲到了全网第1，历史第1人呐！什么呀？你不至于连这点水分都看不出来吧？这明显就是买的数据啊！买的全网第1，不可能，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的。一般人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啦。哎，我们这个空降兵背后可是有妞卫的总裁啊，传闻是真的。今天早上我还听见老板跟妞卫的总裁汇报呢，原始数据根本就没有那么高。没想到，安心背后竟然有这等高人，不然你以为呢？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怎么进来我们公司的？多少作家都进不来呢？这人你说就是有点贪心啊！本来9凤倾城的数据还不错，他非要争个全网第1。不好意思啊，占用了大家的时间。我虽然是只菜鸟，但是我一定不会买数据。这个事情我会去搞明白的。对不起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不应该擅自插手你的事情，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。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。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？我以后会尽可能的去体谅你。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沟通，互相坦诚，好吗？好。你说你不做什么的。我抱着我的全世界，我怎么睡得着？
你衣服放在被子里面不穿，是要我帮你穿吗？不用，我可以自己穿。真的不用？嗯，真的。真的不用啊？好了吧，都怪你。那我给你道歉。你谋杀亲夫啊？我给你吹一下。哎，正好，刚要找你，你就下来了。那边那个先生找。安心呢？他在换衣服。你听不懂话吗？我在最后好好的跟你说一次，要是敢对安心做什么的话，我要你好看。我也警告你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你的女人，安心她是我妹妹。这你说了不算。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昨天晚上打了你一晚上的电话，你都不接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手机昨天晚上没信号。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他没对我做什么呀？走，我回家。我自己能走。安丽，给我吧。谢谢。林总。哥，顾万生，你自己没有车吗？我车坏了，林总应该不会介意这些小事情吧？
安心，我们走吧。我走啦。你就这么走了？拜拜，那我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不要跟其他男人走那么近。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了？你昨天……安心，你们昨天……我虽然很不喜欢你。但是你对安心来说是很重要的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她的。我不同意。啊！林总，您说顾安生还会阻拦您跟安心小姐吗？我相信安心。哥，最近天气干燥，你得多喝点水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昨天不会真的跟他？哥，你真的要跟我讨论这种18禁的话题？多干。对不起嘛。是不是他趁人之危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所以你是自愿的？哥，其实你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凌月。如果我跟你说做不到呢？为什么？你不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成见，你试着了解一下他。再说了，你们两个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如果我跟你说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，你会怎么选？啊？不是哥。好了，你昨天一定没休息好，再去休息会儿吧。我先走了。瓜柴。哎，来，坐，我这擦一下。哦，坐。好。哎，还有这个。嗯，好。哎，西西，你看，等一下倒到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哦。看这个线啊。一个人喝酒容易醉，醉了谁送你回家呀？安心，你长这么帅，怎么让人安心啊？安心，
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这些事情你自己要学着去做，好吧？哦，我记住了。不好意思，给我来杯清水好吗？喂，怎么了？现在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过来。谢谢，走吧。哎，你叫我来就是帮你买单的？啊，我银行卡前2天被锁了，然后微信里面也没有钱了，所以我就只能。你早跟我说，我微信转给你。要不怎么说你长得又帅又聪明呢？你说这么简单问题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上帝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。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吗？你身上酒气怎么这么重啊？有朋友约我出去喝酒，因为好久没见了，就多喝了点。那我还一喊你就过来，你也太好了吧！上次你送我回家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，今天又这么麻烦你，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。要不这样，作为报答，我请你看电影吧。你不是没带钱吗？我是没带钱，我有电影卡，就是那种报我名字就可以看的那种。你是安心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不用计较这些。那怎么行？我许悠悠行走江湖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。你投资我以零食，我报之你以电影，这样才公平嘛。所以，你们之前在一起过？绝对没有，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同学关系，仅此而已。还有照片的事情。照片我知道，那也很明显就是借位啊！我这么聪明的小脑袋瓜还想不明白吗？所以，怕水也是这样吗？怕水的事情，就多亏了我大哥了。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我就会很安心。上次周宁那组人跳槽后，带走了我们一直研发的 IC 系统，现在飞头准备上市了，要发布改良后的 IC 系统。要是他们成功上市的话，那我们的技术在市场上，可真的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。林芳大部分的钱都投在了方宇建设，研发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，他哪来那么多启动资金啊？飞头背后的几位大股东都是集团的人，真的搞不懂。这几位大股东为什么一定要投资飞特呢？看来，他们真的是铁了心了，要跟着林芳走。哼，林芳肯定是承诺了那帮人能有高利益的回报，也做好了瓜分New Way红利的准备。走吧，去方宇建设。好。各位叔叔放心，侄子一定不会辜负各位的期望。那我们就都养着林芳走了。哎呦我，别吓死我了你！不是你站我后边不出声干嘛呀你？大哥平时要是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今天我开心，不跟你计较。你这次下手可真够狠的，双管齐下，既给了New Way重重一击，还趁机拉拢了好几个大股东。不知道你说什么。用凌氏集团的钱来截断New Way的活路，
这可真是个好办法。你觉得爸知道了会怎么样？那你就告诉他，反正一直你不就是一个只会告状的鼻涕鬼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他就是知道了也没事儿。正好让他看看我林芳随随便便支援一个小公司，就能轻而易举的把你苦心经营的New Way给取而代之。你不是一直说只有电商和科技才能代表林氏的未来吗？哥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未来长什么样。你这么急不可耐的想打败我，到底想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才是林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就不怕太过贪心，自食恶果？这本来一切都是我的，你不过就是中间分了杯羹。有脸跟我说贪心，可笑！什么后果？什么后果？什么后果？我看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吗？那就祝大哥你心想事成。不是这小子怎么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啊？搞得我还挺不爽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别让这小子又有机可乘。他就是个壁虎，无孔不入的。您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啊。娜娜、杰杰、贝贝、小池，你们部门的人跟我去开会。好的。这次的黑客入侵对公司造成了严重的大量重要文件的丢失和泄露，目前公司已经在安排找回，那找回的数据基本上是小于35%的。然后在人才方面，我们也有2个小组已经申请了辞职，需要马上安排有效的人员进入到工作岗位。你这是要谋杀我吗？我这是在做练习。做练习？你怎么来啦？外卖小妹来给你送大虾来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走吧。超级新鲜的烤大虾，配上这个乐菊乌龙，真的是绝味。姜姜，闻到香味了吗？哇！怎么了？你不会没吃过烤虾吧？你试试，哎，你试试就知道了，真的可好吃了。来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先去头，去尾。试试。好，我来。我觉得这个虾还没有做好准备被人家吃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戴上手套，来。好吃吗？嗯。哎，外卖小妹今天任务达标了，
我不影响你工作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你不用送我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不行，你在这等着我啊！我去洗个手，马上就回来，等着我啊！放心，有我，就不抢占加班狗的时间了。快点忙完来找我吧。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还有3个小时，菲特的仪式就要开始了。宁卫那边有什么动作吗？没什么大的动静。哈，看来我这弟弟是陷在温柔乡里出不来了。林总，您这招声东击西啊，还真是高明。我问你啊，凌月，这次是不是回天乏术了？回天乏术？我帅吗？帅。去推灯。喂。哦。不是那，老板，怎么了？说。菲特刚刚收到了被告通知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，向纠纷部发起了诉讼。这么突然？封锁消息，菲特必须正常上市。什么表情？说。恐怕没有办法了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集团股东那边好像都已经收到消息了，正在低价的抛售菲特的股份。这帮沉不住气的老头，一个律师函就按耐不住了。好像是股东们昨晚都收到一封邮件，里面有菲特销售额注水的数据报告，说是我们在给大家开空头支票，承诺的增长率很难得到。马上把外流的股份全部给我购回来，听见了吗？是。进来。林总，恐怕你这股份是买不回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觉得方宇建设买不起？先不说你买不买得起，更重要的是我愿不愿意卖给你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你。松开！松开！小白，哎，你怕他一个女人？你看，林总，保安就算来了也打不过他。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我怎么感觉被下套了？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？大哥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觊觎宁卫很久了吗？我出车祸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吧？拖着我，好让你的菲特崛起，好有时间撬走我的团队，偷走宁卫的核心技术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你就是故意的。你为了搞垮我，连自己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愿意白白给我，你真够狠！但你以为你赢了？我看你没了核心技术，公司还能撑多久？我还是菲特的最大股东。大哥，你以为你撬走了我的团队，拿走了 SA 系统，宁卫就会垮掉吗？
其实啊，我还要谢谢你。我一直觉得妞卫人缘冗余，多亏了你，帮我做人员精简。我一直都有投资海内外优秀的应届生们来进行全自动化的技术研发，目前已卓有成效，已经可以投入建设了。所以那个所谓的 SA 半自动化，不过是营造出来的假象。原本不是，只是大哥让我提前了计划而已。如果不是你这么冒进贪婪的话，也许你今天就不会输得这么多。还有，如果你再这么贪婪下去，你迟早会被你的野心给吞噬掉的。反正是你赢了，什么风凉话不都让你说吗？李总，你没事吧？喂，哎，刘董，哎，啊不，绝不会像外界传的那样。我们老板他不在，对，他前2天恰好出国了，对。老板怎么办？现在董事们都在找你。能怎么办？我想想。这几天找我的人一律不见。好。喂，周总，哎。对了，林总，纠纷部那边要新的证明。不必了。明白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一个单身男子在我女友家楼下守着，怎么跟我没关系？而且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来看看我房子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啊，我哥是来接我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家里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就让我哥哥来接我了。你们玩得开心，下次再约。先走了。走吧。哥，你真的在安心楼下等了他一晚上？没有啊。没有的话，你这么爱干净的人，怎么会连胡子都不刮？啊，剃须刀丢了。怎么了？你还真是不会撒谎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了安心，守一晚上。哥现在不想聊这个，哥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了，安心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不需要你每天守着他了。你不觉得你对他的好都已经有点过分了吗？都不像是哥哥对妹妹，而是……怎么不像哥哥对妹妹了？哥对你不好吗？差远了。回去赶紧把胡子刮了吧，别让妈看见了。知道了。作为新人，您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，是您之前有预料到的吗？完全没有。其实我就是带着一份单纯的对漫画的喜欢，然后把我心里想的另外一个世界画出来，给我的读者们分享。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喜欢，其实我自己还挺受宠若惊的。
那您现在被称作国漫界的未来，读者对您的期待比之前要多很多，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？现在的确是比之前一个人在画室创作的时候要少去很多自由，压力也会有，不过更多的是不想辜负这些喜欢我的人，尽可能的去把压力变成动力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合作，谢谢。那我就期待一不小心捡到王爷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我会一直追更的。辛苦了，加油。慢走啊。哎。那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好不容易回来，多住几天呢？你看你都瘦了。哪儿的话呀，我还胖了3斤。胡说！你身上哪儿瘦一斤胖斤啊？我看得一清二楚的。不行不行，你这个找女朋友的事情啊，必须提上日程。对，从来没有见过哥把女朋友带回家里。妈，您就别操心这个事儿。什么不操心呢？哎，你看你妹妹跟那个林胜挺好的吧？没有，妈，我跟林胜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把他当弟弟看。狡辩还狡辩？什么弟弟呀？他眼睛都快长到你身上去了，还不承认？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安心，跟林月也挺不错的，就你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哎，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发展一下？我跟你爸爸当年就是从朋友到夫妻的。妈，我现在对女孩子真的没兴趣。对女孩子不感兴趣？你不会是？不是，想什么呢？那你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啊？除了安心，我没见你跟别的女孩子走近过啊。你总不能跟她谈恋爱吧？哎呀妈，哥才刚从国外回来，还要适应国内的生活，而且这国内外女生的行事风格还不一样。我知道您着急抱孙子，大家给他一些时间吧。先生说的对。反正我不管。你哥哥谈女朋友的事情呢，不能这么拖着了啊！我还盼着早日做奶奶呢。上次跟我一起做指甲那个陈阿姨，她女儿跟你一样的，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，长得可漂亮了。哎，我手机上有她照片，要不要看看？真不用了，妈，您现在就别再催这个，行吗？反正我不管，得抽时间去看看。喂，悠悠啊，给你安排了一次相亲，这次你一定得去啊！啊，我不想去啊！不去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。妈，嘘。自从我妈以为我和小八分手以后，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。安心，要不你再帮我个忙呗？啊？坐在那里，穿灰衣服，那个就是。悠悠，其实我看这背影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啊？看背影能看出来什么？再说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实行父母包办婚姻呢？我跟你说，绝对不可以屈服。你现在还不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要不然也不会来找我们帮忙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一会儿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。我一走过去，坐下来，一拿起水杯，你们就上。OK， 你放心吧，悠悠，我们一定让他觉得今天感到刺激。老弟来了。悠悠，是你呀！你就是陈阿姨的女儿。我妈说的天天裁军就是你呀！我悠悠的春天要来了，我爱相亲。还好今天是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既然咱们来都来了，就把相亲流程走一下呗。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？也就是拍照、旅游、做饭。我也喜欢拍照。我跟你说，我平时给我们家麦丽拍的那些景色照什么的。许悠悠，你不是说你现在出差吗？
背着我来跟这个野男人约会，拿我当什么绿毛龟吗？这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好，哎，到了。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现在我就交代。先生，你把这勺先放下来，咱好好说话。先生，谁是先生？你先坐下，等会儿再给你算账。许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安心，哥。你听不懂暗号的吗？不是，暗号不就是你一举杯，我们就冲过来吗？我后面都重新暗示了那么多次，不是。再说你们不是才见过吗？哎呀，我以为你是在鼓励我的演技，赞赏我。况且这安生长得跟以前也不太一样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样也好。我之前一直愁着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，是悠悠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既然我们两个都不想相亲，各自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好了。只是煮熟的鸭子送到嘴边啊，可不能给飞了。姐妹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哎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觉得你跟悠悠真是很有缘啊，这种事儿都能凑到一块儿，是吧？确实很巧。哥，这悠悠怎么说也是个优质女嘉宾，对吧？要不然，这种事你别跟着瞎嚷啊！一定是害羞了，你委婉点，迂回战术。收到 ，over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们都是被家里逼婚，这事要是黄了，回家肯定也逃不过父母的魔掌，是吧，悠悠？我想了一下，要不然你们可以合作一下，彻底实现这个婚姻自由化。怎么合作啊？假装情侣。这样对悠悠不好吧？特别好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你帮忙的话，我就不用饱受我爸妈折磨了。那你觉得呢？特别好。好。原来是你。喂，啊，是妈，我跟悠悠一起。见到悠悠那一刻起，我就感觉到爱情来了。哎，是你放心吧，妈。好，我回去跟你说。那我先挂了。完美，谢谢哥。我也赶紧发一个经我妈可见的朋友圈。你要配那种父母最喜欢的文案，就比如说有一些这样的表情，微笑之类的。玫瑰花，可以。哎呀，快点！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跟赵磊还有事情要聊。要不然你就先帮忙送悠悠回家吧。什么事儿啊？不是有方案要聊吗？啊，对，方案。哎，你们先走。南希，你又瘦了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我有好好吃饭。
我这种外卖女孩怎么可能吃饭难得到我呢？赶紧去吧，赶紧去吧。光吃外卖怎么行啊？哥，你就不要再碎碎念了，操心你自己的人生大事吧。快去，快去。你就这么想撮合我跟悠悠吗？就这么想撮合。每个月黑风高夜的时候，我都会想，我这么完美的哥哥，居然还是孤家寡人一个的时候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。快去，快去，哎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拜拜。加油啊！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哎，那不是西北蓊禅吗？哦，真的是，见到活的了，我的妈呀！西北蓊禅，我可以要给你的签名吗？我超想你的漫画的。还有我也是。好啊。婵姐姐，可不可以加更啊？完全不够追啊！就是啊，最后一定不要烂尾啊！我说什么呢？这么的烂尾。你干什么？给我出来！你们两个先出去吧。好的。凌月，你跟希儿的绯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。无中生有。是无中生有还是欲盖弥彰？你自己很清楚吧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要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新闻是哪儿来的？哪里来的新闻？其实也不是新闻，八卦。现在是你们最需要我们顾家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先利用安心，然后又利用我们家希儿？顾安生，我特别好奇，你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不放呢？我为什么盯着你不放？你凌总杀伐果决，做事不择手段，在这个行业里怕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是杀伐果决，但没有不择手段。要说不择手段，还得是你们家顾老爷子吧？我不需要靠别人，也不用你费心。安生，要听他这么说，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呀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跟希儿的关系在外人眼里永远是不清不楚的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就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，但你想想安心，对安心来说这就是伤害。如果你不能好好保护她，我会的。顾安生，你只是安心的哥哥。你凭什么替我来保护我的女朋友啊？你再让她受伤一次，我会把她抢回来的。那你就试试有没有这个本事吧。你们俩这是在干什么呀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说清楚就算了。安生，都解释清楚了，我们就走吧。安生，怎么了？之前说你有喜欢的人，你表白了吗？还没啊。或许你喜欢的那个人我也认识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喜欢的人是安心吗？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，反正我喜欢的人是你。
悠悠，对不起啊，我一直以为这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呀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我说出来以后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那，你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了，我自己能回去。一个人回去不太安全吧？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别了，你对我一个单身的小姑娘这么好，我会误会的。你快回去吧。安心看了报道还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你回去陪陪她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到家之后给我个消息。嗯。我都挂了，你干嘛非要打？非要打？什么？手机没电了送出？你手机没电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难受呢。什么？什么见面会？我爱豆人呢？我充电宝呢？你这装备还挺齐全的。那是我可是专业的。谢了，拜拜。大家都等久了吧？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亚洲音乐小王子麦克登场！萨瓦迪卡！我爱你们！好，今天的签售会就正式开始，有请麦克入座。今天的签售会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让我们一起欢送麦克。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啊，怕你忙着追星，忘了人间烟火，吃不上饭，给你带了吃的。你一直在等我吗？啊哈，哦对，还有这个，我先帮你拿着吧。我脸上有什么吗？有啊，啥呀？有点可爱。我这是被撩了吗？还在忙吗？记得吃饭呀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他来吗？
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来看看，你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月哥哥流连忘返呢？看来是我想太多了。你这里除了一股群酸味儿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可能他只是一时之间觉得新鲜吧。话说的这么难听，你还是那个有礼貌的顾小姐吗？不过也对，你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嫉妒又无可奈何的人。嫉妒？我嫉妒你什么呀？我嫉妒你见不得人的身份。请你出去。你凭什么让我出去呢？凭什么？凭我是这家的主人，我就有权利让你出去。主人？谁是这儿的主人还两说呢吧？我记得这个房子是月哥哥租给你的吧？不过也对，你就是这么爱反客为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房子的确是林月买的，不过我有按法律每个月交房租，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的，我有权利让你出去。这么遵纪守法的人，怎么会因为故意伤人而被学校除名呢？跟你没关系。你这么牙尖利嘴的，月哥哥知道吗？你的月哥哥就是喜欢我这么牙尖利嘴的，不像你，当着一面背着一面，就挺虚伪的。喜欢有什么用呢？你的感情对他来说有什么价值呢？他现在出了事，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？你的喜欢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累赘。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也都是因为你才白白断送掉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本来就是月哥哥的，为什么在他出了事故以后就突然不是了？你没有想过原因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知道？你以为他跟你在世外桃源浓情蜜意谈恋爱就不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吗？就是因为他被你的琐事绊住了脚，惹怒了林伯伯，才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网上我和林月的传闻，你都看到了吧？那是假的，我相信他。真的？假的？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我才是唯一能够帮助林月的人，这一点你心知肚明，不是吗？没错，他现在心里只有你，所以一直不肯接受我的帮助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林月把 New Way 建立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他花了多少心血 ？New Way 有多强大，林月在林氏集团的地位就有多高。New Way 一旦垮了，人人都会嘲笑他。他又会从高处跌落到谷底，成为那个人人口中只会靠着父亲的养子。你难道就忍心看着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为了你，放弃这一切吗？就算我离开了，林月他会选择你吗？他选不选择我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离开。心儿，别说了。怎么了，哥？又想来插一脚？有什么事情我回家说。回家？你还知道哪个才是你的家吗？别闹了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哥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。安心爱吃的这家甜品店，我也爱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哥，你从来没有想过，也给我带一份回来。你的心里只有这个外来的妹妹。心儿，你和安心对我来说一样重要。和别人一样的东西，我不要。
安心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，哥，你回去吧。明明就很伤心，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也要逞强了？离开他吧，我不忍心你一个人承受这些伤害。为什么你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呢？我不能给你幸福吗？我就是担心你。没事儿的，哥，不用担心。网上的事情都是假的，我也不会相信的。你回去早点休息啊，我也累了，晚安。晚安。董事长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私底下叫爸就行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打算等到New Way宣布破产以后再告诉我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会处理好的。一转眼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现在做事怎么还跟你那会儿8岁的时候一模一样？喂，你看见我变形金刚没？没有。你藏什么？我看没什么。啊！还不就一个破陀螺嘛，你躲什么躲？装模作样！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告诉爸妈，否则要你好看。多吃点肉啊。遇到任何困难，从不向任何人求助，不需要你爸爸的帮忙。林月，爸爸确实亏欠你很多，但是你得给爸爸一个机会，来做出弥补啊！爸，我已经不是8岁时候那个我了。我现在遇到困难会自己解决。好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，家人是用来相互依靠的。等你想通了，你再来找我，啊？来了，刚好最后一个菜。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么多年了都是我给你做饭。今天你亲自下厨请我吃饭，我这不是让你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天才厨师吗？绝了！这是什么？废纸而已。我就说嘛，我妹还是我妹，并不是突然变成了什么田螺姑娘。哎，我这是下血本了，给你准备这么多菜，想让你好好补补身体的。你吃这个，这是我炒的。这个太好吃了，你就炒这么一小盘儿，你不抠死你吗？别跟我抢了，你吃猪蹄。
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哥哥说呀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要说的？姉さん、我々たちの条件は会社一応しばらく考えてくださ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林总，日本这次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。您如果按照他们说的来的话，我们将会血本无归，毫无利益可言。趁火打劫，不趁现在更待何时啊？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还没有想好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您说这种话。安心常说，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，就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把之前念头都清空掉，也许会有新的惊喜出现。我下去走走。好，那我在公司等您，您随时安排。你好。你好。要一杯热美式。热美式是吧？稍等。现在盛举来做活动，给你女朋友带一套吧。不用了。哎呀，真的很好用的。你看我现在脸上皮肤之所以这么好，都是用了圣菊兰的水乳。你用300块钱就可以买到2000块钱产品的效果，真的很划算的。欢迎下次光临。等等，别动。干什么？你都用完了，你不扔掉吗？用完了，你没看到里面还有这么多啊？这指甲盖这么点，也值得你这么操心啊？我说你啊，是真不知道柴米贵。这个又好用，而且是巨难买，当然要省着用啦。这么一点也能用好久。这什么牌子啊？我都没见过。PK2 你知道吧？啊。那上面不是写着 KAI 吗？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小牌子，叫 KAI， 它呢就是能够做 PK2 的平价替代品。这都是商家的宣传手段，难不成你真的相信300块钱能够买到3000块钱的质量？我当然相信了，这是我自己做攻略海淘上来的，这是平价中的战斗机。海淘？唉，像我们这种秃头的贫困女孩，我怎么可能买得起 PK2 啊？那就只能去找一些能够代替 PK2 的一些平价的化妆品吧，反正都差不多。马上联系商推部召开会议。林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汇总了近些年抢占大盘诸多市场的平价替代品。有好，开始吧。我需要在1个小时之内和所有品牌商达成合作，宣传部门要做好随时更新物料的准备。明白。好，连线吧。Hello, Mr. Lin. It's my pleasure to cooperate with New Way. 顾董事长，您这次举办的购物狂欢庆是不是专门针对 New Way 的呢？这次狂欢庆我们筹备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。我们顾氏集团把未来的发展重心放在了电商领域，而 New Way 是电商圈的后起之秀，所以2家的活动内容有相似之处，完全正常，根本不存在针对说。可是传闻说，您网站上上线的品牌都是之前跟 New Way 谈好合作的商家，只是半路被您截胡过来的。对此，您又作何回答？你自己不也说了吗？都是传言。
众所周知，我们顾氏集团无论是在市场的影响力还是综合实力上，都是 New Way 所无法比拟的。这一点，明眼人心里都有数。而且品牌商在选择合作平台的时候，难免会有多方接洽的情况发生，然后则两目而齐，这是市场规律使然，怎么能算是截胡呢？以后这家记者别让他进来。是的，爸爸。顾董事长，您对 New Way 的丢包事件怎么看呢？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实际的证据能够证明 New Way 技术出了问题，请各位记者还是秉承着理智的状态去报道。别说了，这种情况你还替他打圆场？当然了，年轻人嘛，因为急功近利，犯一些低级错误，也在所难免。这一点，我们不好多做评价。可是现在网上有人指控说丢包事件是顾氏集团的恶意炒作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一派胡言！我顾元朝驰骋商场几十年，向来光明磊落，我会做那种事吗New Way已经爆出了视频，据说这次的事件是您顾氏集团的成员所为。快走，New Way接受采访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还是没处理干净。董事长，这绝不可能。爸，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们被劫在那小子手里了，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出什么地步。怎么了？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去给我倒杯水。这就是我要和您谈的生意。补剂加物流仓，这是一个可以改变行业的事业，更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时机。投资New Way5个亿，您就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享有对凌霄的使用权。成交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我之所以愿意投资你这个潜力项目，那是因为你是我凌天的儿子。谢谢爸。好好干。拜拜。之前传言与New Way合作的品牌商，现在都去了顾氏集团。您这次官宣的品牌又都是中端品牌，与之前凌氏集团宣传的高奢不符，这是受到了顾氏集团的冲击吗？没有人能够影响New Way的决策。这次的引进完全是基于当前消费趋势所做出的选择，开启下沉市场，也是未来New Way的一大重要战略走向。请问您就今天官博爆料的菜鸟驿站丢包事件的真相，这视频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官博的行为是在您的授权下进行爆料的吗？是谁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网民和买家的信任来搅乱市场？很快就会有答案。既然大家都问到了，那我就顺便宣布一下我们与公安部门的合作计划。为了更好地服务New Way的消费者，New Way旗下的快递柜监控系统将会升级，并与社区监控系统联网，为大家提供安全化的、免费的社区监控。您之所以选择今天公布视频一指顾氏集团，是为了要打压对方的狂欢庆活动吗？没错，你很懂，但提不上什么打压。我只是想还各位一个真相。那么 New Way 接下来还会和顾氏集团合作吗？您手头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爆料吗？请您回答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请您回答一下手头上还有其他的爆料吗？New Way 接下来的发展还是什么？请您真的回答一下，亲爱的，请您回答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。请您回答一下，请您回答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，请回答一下，请回答一下。有什么事吗？不邀请我进去坐一会儿吗？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蛋糕。
月哥哥，你瘦了。你有话直说。你还在因为爸爸的事情生我气吧？对不起，但一个是我爸，一个是你，我真的很无奈。始作俑者是顾元朝，和你没关系。你怎么受伤了？医药箱在哪儿啊？我自己来。你不是说不生我的气吗？为什么对我还这么冷漠？现在安心都不在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隔阂呀？你怎么知道安心不在了？我听我哥说的。关生有没有说他在哪儿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问？安心出事了吗？顾小姐要没别的事的话，就先回吧。月哥哥，没事就早点回去吧。等等。你把这个拿回去吗？月哥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抱歉，我不吃别人做的东西。我只是别人吗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真的不想吃，就扔了吧。杏儿，你怎么？丽蓉告诉我，你来找二哥了。这个理由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别怪他，是我一直缠着他，让他告诉我你的消息。杏儿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二哥欺负你了？他能对我做什么呀？他心里满是那个人。杏儿，你能不能放下二哥？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了。我当然明白，杏儿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相信我。你想怎么保护我呀？嗯？气势倒是挺足的，被女孩一碰耳朵，脸就这么红了。我会不顾一切保护你。
天气有点热。是天气太热了吗？帮我订最近一班的高铁去清河镇。